5分钟用心理学教你终结家暴。第一步，震慑。在不少家暴者心中认为，持续的家庭暴力是自己稳定发泄情绪的途径。或许他们并没有从家暴中付出任何代价，或者他们用补偿的方式让家暴可以一次一次稳定的进行。需要打破他们的幻想，你这样对我，我会一点一滴都记得。需要让家暴者明白，家暴是有代价的，而这个代价会在未来不远后实现。第二，学会重复提醒。家暴者一定会有情绪稳定的时刻，甚至不少快乐的时光。在这种时刻，可以有意无意的提起家暴，反复让他们接收这些信息，甚至把他们的心情搞糟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一旦观测到对方情绪变化，就要立刻停止，避免让对方陷入不稳定的情绪而挨揍。敌退我追，敌进我退。第三步，多表达自己。当你对对方缺少表达时，对方会在潜意识里不断对你进行去个体化的操作，就是越来越不把你当作有体验的人，而像是一个沙包、一个凳子。多向对方表达自己，包括你的想法、情绪、感受。在这过程中，对方关于你的信息就会越来越多，到达一定程度之后，他就很难再把你当做一个物件，并且他对你了解足够多之后，他可能还会照顾你的感受，例如给你买小礼物、制造惊喜等等。而说完了对抗方式之后，需要介绍一下怎样进行心理建设。不少被暴力的人，越是遭遇暴力，就变得越内向，而越是内向，别人就越不能理解你的感受，而在施暴过程中就越容易完成去个体化，把你当做一个物件，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想要终止这个循环，不是更多的隐藏自己，而是要更多的表达自己。封闭自己的内心的的确确可以制造一种安全的感受，但也关上了自己被温柔对待的大门。很多人还养成了压抑自己的习惯，无论是被人言语虐待，还是遭遇生活的苦难。当人感受到无奈时，通常就会学会压抑自己，来降低自己的感受。但现实有一句话是，能吃苦的人，他就能吃更多的苦。越是压抑自己，施暴者越是能够安全地释放他的情绪。被暴力后，就要多思考，把这种感受种在心里，让它发芽，学会反击。第三，要学会控制自己。面对暴力的时候，不要让自己进入一种失控的状态。越是失控，就越没有勇气面对自己。要先学会接纳痛苦的自己，然后把它们转化成想法，再去实践，去改变这种不公平的事实。学会接纳，并不是去接纳暴力本身，而是去接纳那个受伤的自己。我们便开始有力量来控制结果。现在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那些家暴者，那些举起拳头对家人暴力相向的人，往往会给人凶残、暴力的感觉，但其实有个巨大的反差。这些人的内心跟能力通常是非常虚弱跟混乱的，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、情绪、想法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他们内心足够的强大，为什么要用暴力这种愚蠢的行为来发泄自己的情绪呢？并且他们的控制力越是低下，生活、工作和家庭越是混乱，而这些痛苦积攒到一定程度时，就会以暴力形式释放出来。当家暴发生之后，施暴者的内心通常有以下情况：第一，内心中有非常巨大、自己无法承受的情绪，这个情绪是在工作跟生活之中积累的，而情绪产生的源头，有的超过他们能力而未被解决的问题。他们越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，越是感觉到自己的无能，而在这种无能感中，他们变得失控，于是产生了暴力。第二，他们很容易完成去个体化的过程，就是喜欢把对方当做一个事物，而越是缺乏知识、缺乏对他人了解的人，越容易完成这个过程，因为他们的内心就不能够了解这个世界。在这种无知下，暴力在他们的心中就会变得非常震荡，而受害人长期忍受家暴的过程，又会更加加剧这种感受。每次对家暴的容忍，都会让下次的家暴更加变本加厉。人类有文字的历史只有短短5000年，然而家暴却占据了大部分篇幅。它像是一个绵延不绝的诅咒，不断的在我们文明中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
而人类杜绝家暴的历史还不足100年。现在我们有了心理学这个武器，这个武器的锋利之处在于，它不仅仅只是从暴力的层面去对抗，而且还能够从更深的源头去消灭人类文明的诅咒。或许我们可以用心理学的方法来武装自己。我们生而为人，没有义务用肉体来承担别人的情绪暴力。如果你变得更强大，就会更有能力去控制施暴者混乱的内心，而不是被动接受这种生活。社会的进步不在于让痛苦跟伤害公平的落在每个人头上，而是从源头斩断这些痛苦。如果你对身边的心理学感兴趣，请关注我们的频道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